接近的尺寸之下，如此多竞品，好激烈。这几位正常比例的 EVA 女主角，布鲁克将她们发布在了这次 WF 2025上海展会。另一边，万代的成品区也展出了新款 SHF 系列的2位 EVA 女主。同时万代的30MP 拼装产品线也展示了更低价位的凌波。本次展会很荣幸拿到了媒体身份，众多的厂牌和作品里，我们来重点看看 EVA 和 JoJo 的新品。首先是占据了1号 C 位的星环重工，重中之重推出的奇迹号将在10月4日开启预售，整个空间非常热闹，各种新品。奇迹号本体同时展示了白膜的效果，以及上色后的舰队启动大场景。只是这个上色的翁德号战舰似乎用的是新剧场版中里的造型，场景却是新剧场版 Q 里的，好像有点错位。同时也展示了最终出品会是免胶分色的拼装模型，太感动了。展柜里还展示着其他一些 EVA 世界观下的载具。海洋堂作为展会协办方，坐落在2号位。这次的新品出号机好正，大家可能觉得也就这样，我旁边放一下以前的产品，可以对比看一下。第4使图也是非常可爱，感觉可玩性一定会很高。这家的凌波丽和鸣人香非常抢眼，现场看非常巨大，而且整体造型做工都挺不错，最重要的就是价格很实惠。Sega 的新品鸣人香看起来质感很好，这是手办还是景品啊？感觉很精致。梁校社的 Q 版 EVA 角色们，很可爱，但是拼装版的机体们就中规中矩了，出号机的头有点奇怪。3Zero 这次推出了4款会场限定，我最期待的金属配色出号机是唯一没有展出的产品，现场只有普通几款通贩 EVA 机体。和万代展位的 PG 牛高达一样，动作造型摆放得很糟糕。开天工作室的这款鸣人香雕像，可玩性很高，全身裸露的部分都是具有肉感的弹性材质。工作人员跟我说胸部更软，我没敢摸。合金骨架的可动出号机也让人心动，似乎有着完整的内部素体，不错不错。这个品牌的出号机在看展之前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款，造型有些许的机械风格魔改，完整的内部素体似乎还不错。Europark 除了展示了老产品，还有新品试玩，只是我去的时候被拦在外面，没体验到。圣斯基的这一套 Q 版机体好像很有可玩性，回头要收一套来玩玩看。当然，品牌方如果能送我就更好了。开场也已经看过布鲁克的 EVA 角色了，凌波甚至还配了插入栓内部的驾驶座，很期待。现场的奇迹 Q 版展示了灰模，也是非常吸引人。可惜的是，这个大号 Q 版鸣人香标注了是非卖品，如果可以商品化就好了。万代成品部展示了 MB 系列的 EVA， 30周年的契机下，新产品捆绑角色又可以新卖一波，以及武器也有单独的售卖套装。SHF 产品线的 EVA 女主角们，刚才开场也看过了。万代拼装部的30MP 系列，这个凌波丽也是期待一波。今天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看到 SHF 产品线的JoJo角色。Medicals 的展台倒是内容丰富，甚至有可动漫舞者的预告。活动区外围还设置了试玩区域。在贩售区的场内，会场限定的几款产品是有做展示的，这次的3款都带有一些通透闪亮的质感。可惜我到的时候已经卖完了，只剩下无穷无尽的绿色白金之星。之后是个人展厅的一些作品了，这个部分我就不做评价了，大家好好欣赏。这次的 WF 观展一天很快就结束了，还有很多优秀作品漏了没拍到，期待下一届。